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在直播中假吃冰棍引发争议。程毅在直播中假吃冰棍引发争议，一场误会，还是对艺人设苛求的缩影？最近，程毅在一次品牌合作直播中的一个小动作，意外成为全网热议的焦点。事情的起因极为简单，在镜头前，程毅接过品牌方准备的冰棍，做出轻轻咬了一口的动作，但有网友截图放大后发现，他似乎并没有真的吃下去，而是假咬了一下便放回包装袋中。短短几秒钟的画面被截成无数动图，在社交平台疯转，一时间程毅假吃冰棍登上热搜，评论区掀起两极化的争论。有人嘲讽这是假吃界的天花板，有人维护他可能是职业习惯，怕在镜头前吃的难看，更有人理性分析，艺人身处聚光灯下，很多举动并非作秀，而是被逼出来的谨慎。这场看似微不足道的假吃风波，其实折射出了当下娱乐圈的复杂生态。当公众人物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无限放大，真与假、自然与表演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而危险。事件回顾：一口没吃的冰棍为何能掀起轩然大波？那场直播原本只是程毅为某品牌做的夏季推广活动，现场气氛轻松，主持人递给他一支冰棍，调侃说：“程毅平时是不是也爱吃这个？”程毅微笑着接过，客气地说：“挺喜欢的，很解暑。”随后，他举起冰棍，做出轻轻咬了一口的动作，表情自然，没有丝毫僵硬。可当网友用慢放镜头一看，他的牙齿似乎没有真正咬到冰棍，而是在接触前轻轻一顿，然后便露出很好吃的笑容。几小时后，程毅假吃冰棍的话题被营销号放大，一些视频博主甚至制作对比视频，用红圈标出没有咬痕的画面，并配上夸张的文案，演技派上线，连冰棍都不放过。评论区瞬间炸开了锅，有人调侃演员果然是演员，演什么像什么，也有人心疼，一个吃冰棍的小细节都能被嘲，可想而知他平时多谨慎。更有粉丝怒怼程毅拍戏时玩真火，吊威亚都不怕，怎么可能连吃冰棍都要演？他可能怕太凉或者牙疼。然而，网络的传播从来不讲逻辑，话题越炒越大，连不追星的路人都知道程毅假吃冰棍的梗。从假吃到假人设，公众的误读与艺人的困境。有人说，这件事之所以引发争议，并不是因为冰棍，而是因为人设。程毅一向以真低调不做作的形象示人，无论在综艺、采访还是路透中，他都显得克制、安静、真实。很多人喜欢他，正是因为他不像那些动不动摆拍、表演式亲民的流量艺人。然而，假吃事件在部分网友眼中却被解读为形象崩塌。有人留言，连吃个冰棍都要演，这还是那个说演员要真诚的程毅吗？但事实真相真的如此吗？业内人士透露，艺人在直播中假吃假喝其实极为常见。一方面，品牌方提供的食物往往温度不合适，摆放太久；另一方面，艺人必须保持妆容完整，口齿清晰，一旦真的吃下去，可能会影响现场表现。更关键的是，程毅当天有紧接着的拍摄安排，吃冰棍这种极冷食物确实可能引起喉咙不适，所以这个假吃动作很可能只是出于职业保护而非表演。但观众往往只看到结果，却忽略了背后的逻辑。这正是当下舆论环境的矛盾所在，观众希望艺人自然真诚，却又习惯用放大镜审视他们的一举一动，稍有不服就会被贴上做作演戏的标签。程毅的真并不需要靠吃冰棍证明。如果回顾程毅的职业轨迹，
你会发现他从不擅长作秀。从《琅琊榜之风起长林》到《沉香如屑莲花楼天地渐新》，他几乎没有靠综艺圈粉，也很少刻意在镜头外展示人设。在拍戏时，他的认真几乎到了执拗的程度。在莲花楼中，他为一场受伤的戏，连续摔倒20多次，坚持不用替身。在天地剑心拍摄时，火焰剑特效未加之前，他亲自练了上百次剑法，只为找到最符合冰人动作逻辑的节奏感。这样的演员，真的需要靠假吃冰棍来装真吗？诚意的真体现在他对角色的敬畏，对作品的投入，而不是在商业直播中吃几口冰棍。可惜，互联网往往不是理性的舞台。被断章取义的片段，被恶意剪辑的画面，足以让任何一个艺人陷入争议的漩涡。4. 网友的两极反应，笑点背后其实是对真的焦虑。如果仔细翻看评论区，你会发现这场假吃风波其实折射了网友们对艺人真实性的复杂情绪。一部分网友觉得好笑，没想到程毅也有怕凉的一天，演技太好，连冰棍都骗过我。他们带着调侃的语气，其实并无恶意。但另一部分人则从假吃延伸到对艺人真实性的怀疑，是不是连他的朴素都是人设？这种质疑的背后，其实是一种集体焦虑。娱乐圈的虚假包装、刻意营销太多，观众对真诚的渴望与警惕并存。于是，当一个演员表现得太完美时，他们反而会本能怀疑他是不是在演。然而，程毅的沉稳与克制恰恰是他最自然的状态。了解他的人都知道，他私下少言寡语，不擅长社交，连粉丝见面会都尽量简短，更多时间留给作品。这样的人，在公众面前谨慎的假吃一下冰棍，真的是罪过吗？5. 镜头下的谨慎，当艺人学会自我保护。其实，假吃并非个例，许多艺人在直播时都习惯假动作，有的假喝奶茶，有的假尝零食，这并非欺骗，而是一种镜头礼仪。艺人长期面对高清摄像头，任何不雅瞬间都可能成为黑图。吃香、表情、咀嚼声，这些对普通人来说再自然不过的行为，一旦被拍下来，就可能成为被嘲笑的素材。程毅之所以谨慎，恰恰说明他在意自己的职业形象。他深知一个无意的动作可能被放大成人设崩塌的证据，于是他学会预防，哪怕是咬一口冰棍，也要克制到极致。这种克制也是一种被逼出来的自我保护。6. 娱乐圈的真与假，谁来界定？在当下的舆论生态中，观众要求艺人真，却又无法容忍他们的普通。你真吃，就会被说吃香难看；你不吃，又被说假；你太高冷，被骂装；你太活泼，被指不稳重。程毅这次假吃风波，正是这种双标的典型缩影。观众希望看到的是真实的人，但他们忘了艺人本身就处在一个被设定的表演场。在直播里，他们既是演员，也是商品展示者，要顾及品牌形象、观众感受、商业利益，这样的环境中，自然早已不再纯粹。7. 请把善意留给那些努力保持真诚的人。回看整件事，也许假吃只是一个误会，也许真有职业谨慎，但无论真相如何，他都不该成为指责的理由。程毅不是完人，但他始终努力做一个真演员。他在角色中拼尽全力，在镜头前保持分寸，这种认真值得被理解，而不是被消解。网络时代，每个人都可能被截图定罪，但我们也可以选择更温柔的看待。一个咬冰棍的瞬间，或许只是他为了不破坏妆容，为了嗓子能继续拍戏，为了让镜头更干净的一种专业表现。不必苛求完美，也不必制造神话。演员的真，不在于他吃没吃冰棍，而在于他在荧幕上能否让你相信角色，感受情感。
而程毅已经用一个又一个鲜活的角色证明，他不靠吃圈粉，他靠眼发光。